谷歌的 AI 翻车又上了热搜。一名用户在向 Gemini 寻求创意的时候 ，AI 没有回答问题，反而回复到人类是社会的负担，是地球的消耗品，是宇宙的污点。最后还不忘礼貌地补上一句：“请去死吧，请。”大家好，我是雪梨99。从建议吃石头补充营养，到分不清13.11和13.8谁大，被吹得万能的 AI 出这种低级错误多了，大家也都见怪不怪。每次看到这种消息，第一反应就是肯定又是给 AI 喂了脏数据。大家好，我是雪梨99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和我同样的感受 ？AI 用的越多，越感觉他们离真正的智能还差得远。很多时候，他们甚至连一点常识都没有，并且在 AI 行业好像也没有什么秘密。公司 A 刚推出了什么功能，公司 B、C、D 就能很快赶上。公司 B 研发出了新能力，公司 A、C、D 过几个月也能做得差不多。这一轮 AI 已经火了2年，各种 AI、大模型之类的词，相信大家也都快听腻了。但大部分人在提这些词的时候，都下意识忽略了一些东西。近2年最火的各种对话、图片 AI， 其实应该叫生成式 AI， 大模型应该叫大语言模型。让我们看一下维基百科的解释。生成式 AI 是一种人工智能系统，能够产生文字、图像或其他媒体以回应提示工程，产生模型学习输入数据的模式和结构，然后产生与训练数据相似但具有一定程度新颖性的新内容。大语言模型是一种语言模型，由具有许多参数的人工神经网络组成，使用自监督学习或半监督学习，对大量未标记文本进行训练。从这些描述中，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，不管是对话还是文声图、文声视频，这些 AI 都需要一个很重要的东西——数据集，并且它不仅重要，甚至有可能是 AI 训练中最重要的东西之一。OpenAI 的工程师 James Belker 曾经在博客中分享过这样一件事：他在 OpenAI 工作的时候，训练了无数的生成式模型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逐渐发现，不管是什么配置、什么参数、什么架构，只要使用同一个数据集，最后训练出的模型效果都是非常相似的。再怎么调整配置和参数，对模型的优化效果都不如更优质或者更大的数据集来得更显著。在谷歌内部流出的一份文档中，也有类似的观点。AI 的核心技术是开源的，任何人都能获取，人才流动性高，知识容易共享，数据和算力才是提供性能的关键。目前的生成式大模型是没有真正的智慧的，你给它输入什么，它就会输出什么。在目前的 AI 中，底层的语料数据是非常重要且不能忽视的。拿各种社交平台的评论数据训练 AI， 最后很大概率会出来一个抽象产品。不只是在 AI， 在其他领域，底层内容和底层技术也同样重要。比如和 AI 深度结合且同样快速发展的汽车行业，智能化的新汽车也不应该只有冰箱、沙发和大屏幕等外在，底层的基础同样重要。长安汽车就从底层研发，打造了一个智能汽车超级数字化平台 SDA 架构，整个架构一共分为6层，每层环环相扣，且都有独特的功能和价值。电子电器架构层采用了超脑中央计算平台以及以太环网通信，能够实现毫秒级链接、测、算、控，高于传统架构500倍，有效提升整车的计算和控制能力。整车智能应用层搭载了长安天书大模型，不仅能理解用户的语音指令，支持功能问答、百科和闲聊，还可以进行多意图语音车控。基于天书大模型和 SDA 架构打造的高阶智能驾驶系统长安智驾，整合了全车多种感知硬件，配合天书大模型的深度学习能力，以及每天20万加的高密度仿真场景，长安超2000万用户基础，上万次路测，优秀驾驶员模型等源源不断的优质底层数据的加持，使车辆在各种驾驶环境中都能做到精确感知、情境分析、快速决策。就像一位可交互、可执行、可进化的数字司机，看得懂路，听得懂话，能够理解和思考，并且能持续进化。长安汽车多种底层技术的加持，不仅能让车越来越聪明，也能让用户越来越安全、舒适，为未来提供更多可能。让我们回到大模型的话题。既然现在生成式 AI 的语料这么重要，那么高质量的语料还有多少呢？很可能已经没有多少了。一篇来自 Apple 团队的论文预测，人类现有的高质量数据以及正在产生的高质量数据，在10年内就很有可能会被全部用完。前几天也有 OpenAI 的员工爆料，因为高质量文本和其他数据的供应量不断减少， OpenAI 的下一代旗舰模型可能并不会有巨大的飞跃，在编程等任务场景甚至可能不会胜过之前的模型。谷歌和 Anthropic 的 AI 也同样陷入了瓶颈，生成式 AI 的进步已经在逐渐放缓。为了应对这种情况， OpenAI、谷歌等公司纷纷成立相关团队，积极寻找解决方案，比如使用 X 平台、Reddit、微博、贴吧等低质量的语料来进行训练。
谷歌的 AI 很可能就使用了这些数据，所以最后才会闹出这么多笑话。比如使用 AI 生成的数据再次喂给 AI， 这种方式同样不怎么可靠。本来 AI 生成的内容就不一定是对的，再把它们喂给 AI， 只会让 AI 越来越笨，越来越离谱。Nature 的一篇论文也对此进行了研究，让 AI 左脚踩右脚，不但不会升天，反而会狠狠地摔下去。比如在预训练后进行推理，让 AI 花更多的时间去思考、推理、自我纠正。这种方式虽然能提高质量，但输出速度会明显的减慢。再比如对模型进行人工修正，或者重新探索其他方式，但因高质量语料减少，导致的 AI 进展放缓，对我们用户来说却不一定是坏事。一是因为模型进步放慢，会让更多人把精力放在 AI 应用上，带来更多的产品，打造更好的生态。二是如果目前的路快走到头了，那肯定会有人找到新的路，最后很有可能带上更强的 AI。 不管怎么样，对用户来说都是2个秦始皇背靠背，双赢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如果你对 AI 有更多的想法，欢迎在评论区进行分享和讨论。我是玄力99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